一个奇怪的电路故障，我找不出原因，分文不收。一看都是自己换过的，也找人过来看过，摇表摇过。你看一下这个电闸，第二个漏电保护器，线都没有往上接，说是接上线以后通电4、5个小时、5、6个小时，吧唧，这个闸跳，物业的闸也跳，这个线物业都不让接了。你肯定说漏电呗，我也怀疑漏电。这路线它只带了一路空调，所以我怀疑空调有问题。他们说找修空调的都过来查过了，空调没问题。测一下主线与地线，漏电，很明显这是漏电。他们用摇表摇的20兆欧以上，说是正常，线路没问题，但是接上开上几个小时就跳闸，线路漏电。他们说这路线就带了这一个空调，这是空调的外机，也找了修空调的师傅过来测了，空调没问题。这路线直接接进了空调外机，我打开外盖，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把握一定能给它找到原因，所以我要确定一下是空调外机的问题，还是线路有问题。找不到原因，60公里白跑了。2根蓝线，一火一零，这是电源主线。修空调的师傅说一切都正常，而且用摇表摇的。那我用万用表来测一下，这2根白线互套线也是连一起的电源线，这么测是漏电的。那就先拆下这根主线，拆下来的目的我是想看看是线问题还是空调问题，看看这个漏电是不是空调外机，是空调的问题。再看一下进来的主线，这个电源线有没有问题，主线与地线没问题，主线不漏电。拆掉主线以后再到配电箱来测一下，看那个主线还漏不漏。好了，主线不漏电，确定不漏电。继续来查空调的问题，把这2根互套线电源线拆下来，这个应该是室内机的，单独测量外机，看油外壳漏不漏电。外机是漏电的，确定是外机的问题。它这几个接线端子你怎么测它都是漏电的，你说这样算不算找到故障原因了呢？下面就该找修空调的来处理了，但是我还想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在漏电，就是有点好奇，空调漏电会是什么漏电呢？压缩机可能性比较大，我也只能测一下压缩机有没有问题。它这个还2台压缩机，你想测还不好测，线进里边去了。下边这台压缩机这个接线这一块好打开，这是粘的啥呀？我只有拆开这个螺丝看一下，压缩机就相当于一个电机，它里面也有线圈，单向压缩机就相当于一个单向电机，也有启动电容和启动线圈。好了，接线端子这一块打开了，你看的这都是维修实例。看到有个评论说我的视频都是自导自演的，先做出故障然后再去拍，不是的。看一下这一个线糊了，有一根黑线糊了，应该是虚接发热，我把它剪开一点，会是这里的原因吗？这个线的虚接发热都糊一块了，这个黑线比较严重。3根线把它拔下来，拔下以后再测一下压缩机有没有问题。虚接发热就是接触不良，线发热很厉害，线皮都烫化了。会不会是压缩机运行的时候这个电线发热导致短路跳闸呢？但是看这个线没粘一块，只能说有可能。拆下这3根线以后再去测量，刚才漏电，现在好了，不漏了，也就是说它是外机正常了。再测一下这个压缩机有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压缩机漏电很严重啊，这个是我没想到的。本来以为是线头不好导致的跳闸，没想到压缩机漏电这么严重。这个压缩机通过控制器以后测的不那么严重，但是单独测量压缩机线圈出乎我的预料，它这个要换压缩机。其实我也只能查到这了，另一台压缩机应该没问题，能看到它的电源线。我把另一台压缩机的电源线拔下来，测一下这个压缩机漏不漏电。这个压缩机没问题，这个是好的。等一下单独开这一台压缩机看能不能行。
我对空调了解的少，还得交给专业的空调师傅。把这3个线头包起来不用了，先把电路恢复，把电源接上，把电送上。空调还能开，但只能运行1个压缩机。这样我的维修也完成了，剩下的交给空调师傅了。这一趟总算没白跑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自己停了，开上一会它自己就停，面板操作这一块自己就没电了。重新送上电启动以后，一会儿它自己还停，然后不管它自己又启动，启动以后还会停，就这么奇怪。来看一下设备里边的电路，一个是加温，一个是降温。加温是靠旁边这些交流接触器吸合，接触器下边接了几路加热管。这个设备所有的控制指令都是这个电路板来控制的，它有温度传感器，然后输出信号是降温还是升温。现在面板上显示是在冷却运行，就是开着循环泵，但是开上一会儿它自己就停了，然后啥也不显示，不管它自己一会儿又启动。面板上显示冷却运行，它这个冷却运行的信号从电路板输出以后，控制着这个交流接触器通电运行下边的这个电机循环泵，它后面就些加热管和传感器等等，这个应该是液位传感器，这后面还有电磁阀，还有传感器，温度传感器，都是接到这个电路板上的，运行好好的突然就停了，屏幕不亮了，是不是后边哪个地方接触不良啊？总闸和分闸都没跳，加热电路没运行，而这2个中间继电器也是新换的，现在还亮着灯，会不会是机顶开关接触不良啊？看样不是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跟这没关系，跟这外边估计没关系。跟外边没关系不？它这电源是哪一个？找一下它的控制电源，拉掉这个电闸，整个控制电路都没电了。探头的这探头不会是有热声音？刚才亮灯的继电器也灭了，220的电源。没问题，这个。拉下电源，看一下这个电路板，捋了一下这些线，有电路板的电源线，有传感器的线，还有控制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线，这2个是温度传感器的线，这个先不管。在上面有一排继电器，所以这一块应该是它的输出电路，也就是输出控制电路。这里还有3根线，是380的3相电，而电路板的控制电源 AC1、AC2， 这是它的电源，101火。下面我就测一下 A1、A2 有没有电，确定一下 A1、A2 2根线，1火1零，这2根线最后接到了中间继电器这个输出。我直接测量继电器下边有没有输出220就行了，上面输入也是220伏。这块有电了。现在电压有，正常。等一下看它停了以后，还有没有电压？停了。再测一下这个电压有没有输出，电压正常。直接测一下它电路板的输入电压，看有没有220伏进来。有电，给电路板供电正常，那也就是说电路板有问题喽。电路板有问题怎么办？这种板子买还买不到，10多年以前的老设备，厂家都不在了。我说电路板有问题，老板不相信，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。巧了，这边还有个不用的设备，看这个板子和那个差不多，应该是一样的。我把它拆过去，装那个上面试一下。它为什么接入380的电？是因为这个电路板它要监测这个电压缺不缺项，如果缺项它会报警。确切的说，这个板是个电脑板，它里面是有程序的，这个我看不懂。行，大小是一样的，应该没问题。
好了，换上了，试一下机。运行很正常，就看看加热电路能不能启动。运转几分钟以后，应该马上开始运行加热，交流接触器闭合了。这种状态应该是正常的，面板显示都正常。那这块电路板什么原因呢？通电正常，就是不显示。如果说它的输出或输入传感器有问题，它会报警，显示异常。通电后没有显示，我觉得是板子的问题。另外，这个设备加热管保险丝也有坏的，等一下要全换成空气开关。哎呀，情况就是这样。现在设备运行正常，那先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大家多多指点。